大家好，我是麦克，今天跟大家来继续分享赛斯书健康之道的第2章的第6部分。那这一部分呢，是从1984年2月3日这一节开始的。那这一天呢是星期五下午4点03分。罗呢上来就说，珍昨晚没打电话。当我离开家去330病房的时候，气温已经到了华氏44度了，珍已经仰躺着了。当他们到12点半还没来的时候，他就拒绝去做水疗了。我告诉他，我带了梦进化与价值完成的第903节，以便问他几个问题。他说好的。珍吃了一般量的午餐之后，他读903节有问题，而我试着读部分的课给他听。不过我不认为我们有关哺乳动物和6道轮回的谈话进行得很好。珍说他对那些问题感到烦躁，而结果我也有同感。不过我想出了处理那几节的几个注的方法，而决定忘掉其他我开始与之奋斗的问题。我已经后悔我花在替梦进化与价值完成里写注的这个时间了。这里面的一个点说明什么问题？就是说明罗开始后悔他花了太多的时间为这个梦进化与价值完成写注了。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这本书已经讲过了这是我们前面讲的一本书。那这里面有很多的内容有很多的注在里面，而罗呢又花了很多时间把里面的一些点一些内容呢加以了注释，但是这个注释确实有时候让罗很头疼，因为它涉及的知识面之广之深已经其实超出了罗的这个知识的面或理解程度但是他又不得不去研究很多资料，他又不像现在我们可以去图书馆上从网上一搜，他那时候得去图书馆里翻资料，他又不知道去翻哪些资料对他来说真的是一个很头疼的事情。我们今天有了网络搜索，还有了人工智能 ChatGPT 这样的软件，你可以直接问他就行了。而在当时他对一个问题的答案可能就会耗费他好几天的时间。然后珍说，我说的其实是退而求其次就退而求其次，不要那么纠结那些具体的问题了。然后罗说我同意了，补充说，如果我有朝一日要完成那本书就梦演化与价值完成，这样做是没有帮助的。罗的意思是说，如果想早日完成那本书，花太多时间在写注上是没有帮助的。重要的是我要把这项工作做完，以便我可以去做别的事情。我补充说，我在试着避免投射与梦进化与价值完成的任何麻烦到未来。和前天的课一样，虽然我察觉到我说的有些事是与那节课的元素矛盾的，不过我将解决它们。我真的要尽快把那本书弄好，而在可预见的未来也不会再陷入同样的麻烦。罗的意思是说，这本书给了他很大的压力，他迟迟不能完成，让他不能开始其他的新的工作。而这个写注，为这本书写注，就是他中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他现在想把这个工作减少不写那么多注了，尽快的完成它，完成它更重要，完成它比他要写那些注更重要。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在梦演化与价值完成后面，他的注确实比以前要少了很多他以前有一本书我记得好像是未知实相还是个人与群体事件的本质它里的注写了特别特别多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罗作为整理赛斯资料的这个第一经手人的话，很多的赛斯资料都会引起他深深的思考然后他会去从他的角度去补充一些其他的资料给我们这对我们理解赛斯书是很有帮助。但是这个工作量有时候超出了罗的他本身的能力所以说他就想说以后我就要少写那么多注了尽快把它弄完，就回到这个内容本身在3点15分
真开始读昨天的课，他做的不好，但当我写注的时候啊，他时停时续的进行。当他继续时，他做得好一些，而在3点42分结束。2分钟之后，卡拉量的他体温102度。他说：“你真的在发烧啊？”说的是华氏。真看来很困惑，因为他觉得没事儿。戴安娜量了真的血压和脉搏，你真的有点烧，他说。当他俩离开以后，真说：“我才没发什么鬼烧。”真要我注明，这是他建立在2月1日的那个课上对生命新态度的第2天。我的确认为那一节非常好，而我也做了非常好的副本在家里用啊，就是只活在当下啊，让他们只活在当下。对，而这里面啊，就是罗说啊，他也就是在对梦演化与价值完成书的对那本书的担忧的过程中，他也没有很好的践行赛说的那句话啊，那段话。然后这时候赛斯就过来了，说：“我再次祝你们有一个美好的下午。”他们说：“赛斯午安。”然后上来他就评论说：“啊，关于你的梦，就是他的梦，就是他一直在问他们前天做的啊，就是罗啊做的那个梦，在梦中啊，他的手在颤抖啊，他在画字啊，写字啊，他不是啊那个写大字嘛，2尺大的那个字啊，那手在抖。”啊，然后赛斯就说那个颤抖啊，那个 shakiness 代表你母亲啊来的价值和想法啊，他说那个是你从你母亲那儿来的，那 shakiness 主要是关于工作的啊，关于工作你从母亲那儿得来的信念啊，你一向感觉是不稳定啊，是一种不稳定的信念啊，就是你想罗在这个工作当中啊，他是一个画家啊，他在这个工作中其实可以找一个稳定的工作，但是他因为啊各种各样的原因吧啊，他其实并不稳定，就他的这种关于工作的这种态度啊是这种 shaky 的这种状态，颤抖的状态，不稳定的状态啊。他在梦中，你设法绕行过他们的效果。啊，就是你用别的办法，比如说用纸板上刻字，然后再写大字，就不会有手颤抖的影响了啊。就是你绕过了啊，他们对你的影响。在日常的醒的时候状态，那个颤抖仍然代表残余的不稳定、不确定，而当任何强大的干扰发生时，它就会变得更明显。在梦中，你绕过了这个颤抖啊，而在平常醒的时候，你的手仍然会颤抖。而这个是代表了你有些残留的不稳定的这种信念在里面。这些残留的信念虽然没有那么强烈了，但是当强大的干扰发生的时候，它变得就更加的明显啊，这是它的点。所以说这些信念必须要清理干净，你不清理干净，它在一定的条件下，它会再次的发作啊。至于就所涉及的书的段落而言，真的非常难以简单的语言来写复杂的事情啊。对，他说就所涉及的书的段落而言，真的非常难以简单的语言来写复杂的事情。他的意思就是关于那个6道轮回的事情啊，就他们一直在讨论关于6道轮回。当然，这是我们尝试去做的事情，我们试着用一般读者都有的一个整体的意义的字眼，然后做任何必要的区别，以确定那段是正确的啊，做必要的区别，以确定那段是正确的啊。中间掺杂的带药水，这个我们就略过了。他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关于6道轮回也好，关于哺乳动物和动物之间啊这些关系啊，你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倒回去找那个903节说了什么啊。赛斯的意思是说，关于这个书里面的内容啊，我不想说太多了，因为就是我想把他的东西解释给啊一般的读者来听，其实是做了很多的怎么说一种普及性的
一种简化性的或者一种科普性的一种普及。我尽量用读者都能理解的一个字眼，或者整体大部分读者都能理解的字眼去描述，而这个字眼并不一定是最精确的那个，或者是最准确的那个，因为我要照顾到大众的接受能力和认知能力。如果我用一个非常精确的语言来表述的话，可能绝大部分人就不能理解我们在说什么了赛斯的意思是说这个，所以说你们都要能理解，所以说不用再纠结在那些细节上这就是他想表达的这个观点你对六道轮回的问题在梦演化价值完成903节的这个时候是个极佳的问题，而的确使问题清楚了他说你的这个问题问得很好，让问题更清楚。有时候有想用比较明确的科学名词的这种诱惑，但这会与你在字典里读到的种种定义和分类一样的令人混淆。所以整体而言，我们试图达至一个快乐的媒介就是 happy medium 这个意思带着更多的幽默这个 medium 也是灵媒的意思所以这是一个双关语，平常也代表着一种媒体一种媒体的意思，媒介的意思双关语赛斯的话呢说得很幽默，他说你呢关于六道轮回这个问题的这个说法或者你写的这个注呢，确实让这个问题变得更清晰了。他说但是呢赛斯没有说的那么直白但是赛斯说我在表述的时候，我也会经常受到一种诱惑，就是想用更清晰的科学化的名词来解释或者来建构结构化赛斯资料。但是赛斯明显的抵制住了这个诱惑他也经常会说这个诱惑。他说这样做的原因呢，就是如果你充斥了大量的名词或者概念，或者像百科全书这样的一个解释，它就会落入到又是传统的那些跟名称、概念、定义、内涵、外延跟这些传统的逻辑和语言结构打交道的这种困境当中去。而我们真正要知道的东西是超越了语言之上的东西，但是我们还必须得借助语言，这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们在用语言表述一个语言不能表述的一个东西，或者是它的意义远在于语言表述内涵之外的东西的时候，语言这个时候它有的情况下会成为理解它的一个阻碍，变成一种限制和一种框架。所以说赛斯说这里头我尽量克制我自己，不去用一些名词、概念、系统化、结构化的东西来给你解读。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学赛斯资料学到后来他没有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个就是赛斯故意为之的一种做法。他尽量避免让他的知识体系给他固化、僵化、结构化、名词化、系统化，这是他不想做到的所以说你得到的结果和你读赛斯资料的感觉就是我知道了很多，或者我明白了很多，但是我说不出来，因为他在语言之上是让你明白他绕过了语言的这些局限性，还让你知道了，这也是他的智慧和技巧的最让人钦佩的地方。而一般的所谓的科学或者科学家或者体系性的知识体系或者那种固化的知识体系都会用反其道而行之先定义名词、概念，设定一些条件，然后再开始解释、阐述这些名词和概念之间的关系，然后再用推理和逻辑的方式得出新的理解和新的概念这是传统科学做的方法而赛斯尽量避免用这种方法。他说我们最好就达到一种快乐的媒介的方式就行了，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给别人的感觉就是能让别人开心快乐达到这样的一种状态
首先媒介这里的双关语 happy 也是一个双关语啊。什么双关语？就是如果不论你学到了什么知识啊，不重要，如果你获得了最终的一种喜悦，一种喜悦的状态啊，那个要远比那个知识更重要啊。所以说这里头它其实用了2个双关语，都是想告诉你那个 happy 也是啊，就是那个快乐，也是它要传达的背后的那个主要的含义之一。就是传递什么知识，你可能一般人会关注在这个知识上，而赛斯更关注在这个知识传播过程当中，你是不是一个快乐的状态，是不是一个喜悦的状态，而这个和那个知识同样的重要啊。所以说他就告诉你，你把我们当成一种快乐的媒介就可以了，不要那么较真儿。他的话的反过来说，就是告诉罗，不要去用研究学术的方式去研究赛斯资料，不要想着那么较真的啊，把每一个问题或者每一个很难解释的名词都用一个加注的方式，或者是这个引用，告诉这句话出自哪儿，这个典故出自哪儿啊，这个6道轮回出自于佛教的佛经的哪些观点等等啊。他的意思就是让他俩放松啊，不要去做那些事情啊，不要去较真啊，就是快乐的去传播就行了。他再一次的你应该常常的重读星期3的那个课，就是让他们活在当下的那个课啊，而指定第1天等等等等都是个好主意啊。就是你说这个今天是第1天，今天是第2天啊，非常好，是非常好啊，这是让你对过去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分割。当你们每个人试着将作为一个新的开始的时候，而一次只过1天，老实过活，他说这是非常好的啊，就是诚实的过每一天啊，真实的过每一天啊，只过这1天，只过当下，不要想明天会怎样，也不要懊悔昨天做了什么。他说你能做到这一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种生活态度所以这块他让大家再重读这2月1号那天的课他说现在我也许会也许不会来再次的按照我说的那些节奏，但要知我就在此，并且是可以接近的。然后赛斯说他们说谢谢赛斯。4点14分，那么赛斯证明了我自己的摆锤资料的反应，就是关于他母亲的这个信念，以及我对他们的反应与我颤抖的右手是有关的他最后注明了说，确实是证明了他用摆锤测出来的也是一样好了，这一节非常短就短短的就赛斯就说了2-3句话就基本上是2段吧但这虽然只有2段但是意义也非常的深远他告诉我们赛斯是怎么来看待他自己的资料的，赛斯是怎么希望别人来理解他的资料的好，我们看下一节。1984年2月4日星期六下午4点26分，珍昨晚在卡拉的帮助下打来电话。在那之前，我们的朋友黛比·哈里斯去看他伊丽莎白同时也在那儿。伊丽莎白留下了一些黄色的报春花，很美，还有一张一位德国女士做的餐桌上的垫布那是身为德国人伊丽莎白写信替我们要的他们那时候已经从德国的一些读者那里开始有联系其实是给珍一个小礼物让珍能够振作起来。今天又暖了我离开家去330病房的时候是42华氏度，当我到那儿的时候，珍刚换过纱布，她在10点半时下去水疗，而花了所有那些时间办完例行公事。我告诉她，如果她认为将等很久，可以拒绝去，但我猜我不会看到她那么做就是珍在做水疗的时候，每次都要走一些例行手续，这手续很耽误时间还要等珍很烦。他说你要不想去你就不去了但是珍还是想去做水疗因为对一个这样的一个常年卧病在床的人，能够在水中舒展自己的身体或者部分舒展自己的身体，
因为水的浮力会让他暂时有一种漂浮感啊，那这种漂浮感对他是非常重要的啊。赛斯在其他资料也提过啊，在其他部分讲过，就是这种身体和意识的漂浮感对人的这种自我疗愈也好，或身心放松也好，都是非常重要的啊。记住啊，这种不论是身体上的漂浮还是意识的漂浮，这两个都是对人帮助非常大的。所以说我们在惠州的时候，我们也会在线下课的时候带着大家在大海里做漂浮的练习啊，让自己的意识也放空，身体也放空啊，完全放松的状态下，在大海中仰面朝天飘在海中啊。我们很多人手牵手牵成一个非常大的圆圈，对，在那种状态下很多人达到了平常冥想时无法达到的一种完全放松的状态啊。今天是真遵循2月1日上课以来新惯例的第3天了。看他每天都在记录已经是第3天了所以我希望你们如果听了那天的课，或者听了第2天真开始第1天的活动的课之后，如果你们也在你的日历里头，或者在你的日记里头，你写上重生的第1天，或者新生活的第1天你也可以感受一下去每天记录自己新生活的这种就像一个婴儿来到一个新的世界一样，去记录自己新世界的每一天的时候，是非常有意思的所以他这记录是第3天。他说他不断的抓到自己的偏离轨道，什么意思？就是当他用新的信念系统去生活的时候，他的旧的一些行为模式仍然会跳出来，旧的思维习惯仍然会跳出来，但是他已经决定用这种新的方式去生活了。用他英文原话说 The new way。 当用新的方式去生活的时候，那些旧有的东西跳出来的时候，你是能抓住它的，你是能看到它的。对，这时候你会要纠正它，说我旧有信念又回来了但是我要改变它。然后试着提醒自己较健康的新目标就是不再关注那些旧的信念了只关注在新的目标。什么目标？就是活在当下，正面思考等等，这是他的新的人生目标和新的生活准则他吃了一个普通的午餐，我描写我昨晚非常生动的梦，它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梦。我梦到我正沿着向塞尔雀门河边的一条乡村路在慢跑，那条路与我们习于行驶的老河路相似。我穿着短裤和一件运动衫，并有着白发。当我在跑的时候，我对自己身体表现得平顺不费力感到又惊又喜他感到了他的年轻态尤其是对我这样年纪的人而言，在阳光普照的夏日空气里跑步，我真的喜欢那个动作的自由和力量很舒服我知道我曾被囚禁，他梦中知道他是刚被释放出来的而现在我自由了刚从监狱里放出来。而在我后面不远开着一辆警车，里面坐着几个警察，查看着我时不时在观察着他们不时的更靠近些，但并没有干扰我，因为他已经释放了，他已经被释放，他已经自由了这种从监狱里出来的这种自由感让他特别的心情愉悦，浑身舒坦警察虽然在靠近他，但是他一点都不害怕因为他已经自由了没有干扰他。而在河对岸的一个地方，我看见一大群男人在河岸上嬉戏或者工作，我想他们仍是被监禁的那些仍在监狱里的男人可能在河的对岸工作着。当我跑过他们的时候，我跑向了朝向相反的方向离去的时候，我跟他们挥手跟他们挥手他说我已经离开了我已经先出来了，你们在里头继续劳动曾经共同可能以前一起劳动过的这些伙伴们跟他们挥手我要离开了我已经被释放了。我告诉珍，我想在梦里的警察指我已将自己的老信念留在了身后他现在开始自己解梦所以在梦里头那些警察
就是指他已经抛在身后的那旧有的信念了，而我现在摆脱了那些信念自由的在跑同时河对岸的那群人代表我已经丢弃的老的信念，我跟他们挥手告别了这些老的信念就会让他生活在像监狱里头的这种感觉，所以说他在梦中是这样的一种感受我补充说，如果有时间，我现在想开始慢跑，既然我有跑步的能力和爱好。对，就是罗有一定的运动天赋，他在曾经有一世里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运动健将，所以在这一世里他仍然有跑步的这个潜能和潜力，他是非常愿意跑步的。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就开始在这个不是在梦中在现实生活中我要开始我的慢跑活动了因为他在梦中体验到了这个慢跑带来的美妙的感受真的情况不是很好他们今天早上量了他的体温，还是101度。我问他为什么这个温度又起来了，但他并不知道。在他体温高的时候，他们每一班都要量。我按铃要了一些姜汁汽水和冰，因为1小时前答应拿过来的小姐并没有出现。在2点40分，当我读信的时候，真读昨天的课，读得相当好，比他昨天好多了。看我读信的时候比昨天要好很多2点55分，他开始读2月1日的重要课，再次读得很好。在那之后，我们似乎让时间逃离了我们。我们看了看电视，我处理了一点信，我们看了苏华琼斯的一封长信的一部分，但真无法读它。我看得出来他有点丧气，但我也不是在最好的状态他俩在放松看看电视看看老朋友的信真花了很多时间等人量他的生命迹象，然而最终决定上一节课。现在我再次祝你们有个美好的下午赛斯午安。他们说评论赛斯也不废话上来就直接说评论，你的梦的确是一个极佳的一个征兆。他说罗的那个梦，你正由负面的信念监狱里逃了出来他说你的梦其实预示着你正从负面的信念的监狱里逃了出来，而一旦你被释放了，你很喜欢自己身体新的轻松的动作。我们曾经有很多参加了我们线下课或者线下沙龙或者线下工作坊线下体验课的小伙伴都有这种感受，不论是参加了半天的活动，或者仅仅是一个周末观看灵性电影的这种活动，还是其他的一些活动他们都有一种特别放松的感觉，就身体放松的感觉而这种放松的感觉就像那种重获自由的那种感觉。就一旦你品尝了那种自由感，那种灵魂和意识的自由带来的身体上的放松和身体上的轻松和自由的时候，那种感觉一旦品尝过，你就再也回不去了这是很多人为什么愿意在线下的活动里头参与到我们的这个实践当中来的原因，也是这个他接着说，当然福利感是所有儿童都体验过的愉快的感受。比如说小孩最喜欢大人把他举起来转圈圈举高高，为什么？那有一种漂浮感就是漂浮感。而那个梦的意思是要提醒你们那个内在的与外在的福利和自由内在和外在的福利和自由就是要尽量有这种漂浮感漂浮感。这个东西是我们这些小的点都是我们将来学习和练习的重点对，就像我前面说的意识的漂浮感。你看他就这来了就说这一句话没了我也许会也许不会回来带刺的，但照我说的那些节奏，但只我就在此，并且是可以接近的他就没了。他这句话就说了一个点就这种漂浮感4点半
我没有预期此节迅速的就结束了，就说了一句话，因为我想真还有一些颇为重要的主题可讨论，比如说体温增高的理由，不过他没有显出想要的这个迹象，所以我没有强迫他去做。我在7点10分回家的路上，希望自己曾勉强他，而我发现在一个相当明显的苦恼时刻，我对他没有多大的帮助就是在他发烧的时候我对他没有谈到。一度当我在给他按摩的时候，他开始谈到他的高温发烧但我被他身体保持的紧张状态而分心，而打断他。也许明天我们能做得好一点。4点33分，一个女孩量了针的体温，又是100度。老天哪！针咕噜地说，但她没说别的，只说她不要抗生素。我很笃定，这温度一定和2月1号就是让她活在当下的那节课有关，虽然我说不出来为什么。在回家的路上，我的确想到几个问题：针的病症的转世背景是什么，以及为什么在她的膝盖破裂之后这么久，他仍将左腿如此紧紧地蜷曲，抵着他自己的腹部呢？这是罗的几个思考。因为这节非常短，我们就来到下一节1984年2月5日这一节，这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4点06分，这是真的新活动的第4天真的新的生活的第4天。昨晚真没打电话，今天早上我花时间在打真赛斯和我要给这个魏德转给捐款者的信，我自己也写了封信给他。我没做有关梦进化与价值完成的工作。今天大约是34度。当我到330病房的时候，真告诉我，昨晚上岸彼得逊因胸痛住进了加护病房，但所有的检查都是阴性的，护士们比病人还病得厉害些。真说，今晨他听到一位护士，他们自己说他就是护士们说，我们比病人还有时候病得还严重呢我们经常带病工作。真没有去水疗，只让别人给他洗了脸。昨天根本没有人量他的血压，他有许多要告诉我的，而表现得比昨天好多了。我也觉得好了很多。昨天就是他们的情绪是很荡的一天都没啥情绪。所以说你也能感觉到，当真的情绪状态不好的时候，赛斯的也不会去传太多的内容只进来说了一句话就走了。因为他能感觉到真和罗的情绪都不太好而今天的状态他俩状态都比以前好了很多。而昨天晚上当我离开以后，他们量了他的体温，今天早上也量了99度和97度8，两次都下来了。而在我离开后，他说就是真说我好好的说了自己一顿真在自我教育教育了自己一顿，关于信任他的身体之类的，而这对他的身体的恢复有很大的帮助你看他对自我的教育让他的高烧也退下来真的医生杰夫卡德今天早上来看他，他对真的进步非常高兴，要他说非常好是不容易的。真说说对一个医生来说，已经取得这么大进步感到高兴已经不容易了让一个医生夸病人说非常好是很难的。我一直得到有关你的好的报告，这他的医生说他也问真有关我们保险的麻烦事儿他尽他的可能来解释以及关于医院的事儿就是真在跟他解释保险的问题，还有他关于医院的水疗等等这些问题然后真就问这个医生说，为什么他的右腿比左腿要短？而这个杰夫解释说，那个伤已经愈合了，但是骨头没有对齐真是一个因为骨折住的院骨头没对齐，所以会短。他说要恢复那个腿需要动大手术就把它接得一般长并不容易。
并且不一定会好。当真说他想做起来之后，他说一个小手术可以修好那个腿，到他可以做起来的程度。那么我补充到昨天的课上，说今天要问赛斯的问题之一是关于他的右腿为什么他没有伸直这是他想问赛斯的问题就很难说是个巧合了。杰夫的消息之负面部分，至少要等到他的腿修好到某个程度，真才能做起来。我已经预期到这种诊断有一会儿了。呸！真说，如果我的身体能像以前那样恢复，那他也能修好这条腿。真其实已经对这个医生的负面的观点他也不接受我相信今天早上真的确很能接受那个医师的探访，而我为此祝贺了他。无论如何，我想问赛斯关于这整件事，既然他说过好几次真将能正常并且带着一些信心走路罗说你赛斯说真可以正常的像正常人一样走路恢复，而他的医生说这除非做一个非常大的手术，否则是不可能的罗想让赛斯来评价这件事情那医生说不可能，还要做大手术赛斯说完全没问题真接着说，杰夫对他的进步显然很惊讶，但同时他却判断他得一直留在床上。我说从医生的角度来说，他很难做别的什么了，因为医生他只看他的认知范围之内的事情他不可能认为真这样还能不做手术而完全康复了。真今天午餐吃得比较好，他显然因体温下降而松了一口气。在3点15分，他开始读昨天的课，读得很好，近日来最好的一次。他说他试着跟杰夫解释他在水疗室里是如何不舒服和不耐烦的，但却毫无效果。他看得出杰夫对他在说什么毫无所知，所以最后他就放弃了他看得出杰夫对这个不知道他想说什么就是他对水疗室的这种制度这种繁文缛节非常烦我给真看，在赛斯自己的建议之下，我准备的问题的单子，我告诉他其中之一是关于保险的事儿，比如说我不想要求我们的律师采取行动而弄砸了他。6周前赛斯说过那个议题会解决的令我满意，而我们的律师说不要烦恼。那是我们最后听到的律师的话。我补充说，我不能想象医院没在这之前要求行动，就是要他们付钱，要求行动就是他们付钱的意思而他们的钱还没有在税务上还没有完全准备好虽然钱有，但是税务上没有理清楚。然而医院也并没有找他们要钱。赛斯曾说这个问题不必等很久就能澄清。3点40分，在我的建议下，真开始以我的笔写字。他将拍纸簿，就是一种纸，一边是粘住的可以一页页撕下来的本子这个叫拍纸簿，就是 pad 就是在英文里头就是那种小 pad 的东西放在右膝上，它会触到就会疼，因为他的右膝盖已经裂开了没法写些东西。他甚至将笔握在他的右手里。明天我将带一些写字夹板来，我很确定他在此会有进步。他可能令他够自由，可以写些诗，比如说在晚上当他一个人的时候。我解释给真听，我在心里跟我母亲说，抱歉妈，我再也没有时间去管你的不稳定信念和想法了这句话就是罗在心里头跟他的母亲说的一句话。因为在最后一节课里，他自然的出自赛斯对我右手发抖理由的评论，那个暗示相当有效。我认为他相当幽默并富有原创性这一句话其实我们很多人都可以跟自己的父母去说在很多时候父母对我们的一些影响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大，而在这个时候在心里头
跟他们做一个解离啊，在心里头做一个解离也是非常有效的啊。罗的意思就是我不再跟他妈说对不起，我不再管你啊那些不稳定的信念和想法了，你愿意咋想就咋想，你愿意咋弄就咋弄啊，我不再关注你的，我关注我自己就行了，你的信念是你的事情，你的想法是你的事情啊。这是罗想跟他母亲做一个解离了，以解决他手颤抖的问题啊。他觉得这是非常一个原创性的想法，他可能有那么一个累积的效果啊，而我想要赛斯来评论这件事情。林在4点钟给珍点眼药水，杰夫也告诉珍他的眼睛看起来好些了。珍想开始上课，他觉得这可能是比平常长一些的课，所以我告诉他不要等人家来给他量生命迹象了啊。他就说可能课会长，上赛斯就来了，他说再一次的祝你们有个美好的下午，他说赛斯午安。好了，下面赛斯说的话都是非常重要的啊，值得我们每个人深思和深省的啊，值得每一个人类都去思考的一个话题啊。他把它直接的就指出来啊，也是毫不客气的啊，也指出了罗和珍他们底层的核心信念中的一些问题啊。赛斯直接说啊，上来就是评论啊，我们看他怎么讲。他说你们每个人都被一些极为不幸的信念所围绕着，他们至少部分是偏执狂的，但无论如何都是不幸的，他们是与才能、能力与天才有关的信念啊。他说你们都有一些不幸的信念，这个信念是关于你的才能、天才和能力的。什么样的一些偏执的信念呢？甚至是不幸的呢？为什么叫不幸呢？后面他会解释这些是和一个与民主政府相连的平等概念之误解相连的扭曲的分支为什么说是与平等政府他的意思是说，根据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民主国家的宪法或者这个国家的精神来说，人人生而平等，而这个平等的概念会引发或者对这个概念的一个曲解或者扭曲，会导致后面赛斯说的每个人都有的那个不幸的那个顽固的那种偏执的那种信念是有关联的因为我们对平等有一个曲解，我们认为平等就是应该大家差不多。说这些同样的想法也与心理学相关，与基准和普通人与这两个概念打交道基准就标准，跟心理学也相关换句话是什么？就是我们认为我们都是普通人，我们认为我们不应该有超出普通人的特殊的这些能力或者是天赋如果有了怎么办有的是这样，人们试着尽可能的向他们的邻居隐藏怪癖、失败，甚至可能将他们与同伴分开的才能和能力，其结果是一连串如下的信念。他说人们经常会向他的邻居和朋友隐藏他的一些怪癖他认为这个东西是很怪癖，比如说恋物癖比如说这种对某种执着的东西爱于收藏什么什么东西他认为这是个怪癖不应该让别人知道然后他们的失败他认为也不应该让别人知道不能谈这是他的秘密甚至什么呢？他们的特殊的才能和能力也不能谈，因为他展现出这种特殊的超出一般人的才能和能力的时候他觉得会跟他的周围的邻居或者同伴或者朋友疏远了，因为他能力与别人的不同超出了常人的能力，就会让他跟别人疏远就是这种这个曲高和寡高处不胜寒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想法核心信念，会导致下面这些东西下面这些信念。什么信念？如果你在任何方面上有很高的才能，则压低那个才能，
或在其表现和表达上要极谦虚，因为别人会嫉妒你，或者是害怕你，或者试图将你拉下到他们自己的那个层面啊。这是一个错误的信念，但是很多人都有。人们会隐藏自己的才能才干，觉得要谦虚，要跟群众打成一片啊，要故意说一些迎合他们的话，比如他们想打麻将，你也要跟他们打麻将啊。他们想去逛街，虽然你不想逛，你也愿意维和他们。他们说一些街坊里短的啊，这些家长里短的这些话，你也不想参与，但是你还要参与。你想跟他们讨论宇宙，讨论人生，讨论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完成，但是人家都不感兴趣，而这个时候你就不敢讨论了啊！你觉得别人害怕你，嫉妒你啊，所以说你必须保持的假装的像是他们一样的啊水平啊，拉低到啊跟他们一样的水平，你觉得才比较安全啊，才能融入到这个圈子啊。他说这个就是你的一个错误的信念。错误信念，你不应该这么做啊！这是说你不应该这么做，但是我们很多人都这么做了。你说这么做其实也没啥嘛啊，这个表示我比较通人情世故，比较随和啊。但是他后面讲你就知道了，这个后面的危害非常大。然后他停顿了良久，他接着说啊，你的天赋越不寻常，以及越有独特性和原创性，你就必须越保护你自己，免于别人的不信任啊。他说的这些都是错误的信念啊，就是基于前面那个错误的信念，人们会有持不同的观点啊，这些都是错误的啊。就是你越觉得你的天赋跟别人不一样啊，比如说你突然具备了一个他心通的能力，你赶紧不能告诉别人，赶紧隐藏起来啊。你具备了一个预知未来的能力，其实这个能力每个人都有，但是你突然觉得你有了，而且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你赶紧要隐藏起来啊。其实这种行为就会让这种社会上或者世界上这些有特殊能力的人不敢表露自己，而让大家觉得他都不敢表露他自己，他自己内心一定有问题啊，或者他自己都对自己的这件事情不确信啊，等等，让他自己觉得自己都是个怪胎啊，只会加重这种现象啊。换句话说，反过来说，我们每一个有特殊能力的人都应该在社会上公开的啊，开直播、开视频，向大家介绍自己的这些特殊能力，让这些特殊能力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久而久之，大家对这种神奇的事情也就不再觉得神奇了，而且还能激发其他人身体内没有激发出来的那些潜能。当他发现别人都有这个能力的时候，他有一种信心，我也有。而这个是需要他们去做的一个正面的意义啊。而大家在生活中都反过来做啊，把自己的超能力、特殊的，我指的超能力不只是这个，比如说数学上的能力也是一种超能力啊，其他的财务上的、各种人际关系上的，包括一些特殊的能力，都是一些超能力。所有这些超能力啊，人们都想隐藏啊，全部都想隐藏啊。这个方向的信念继续啊，你继续，你纵容它，这个信念继续如下：如果你的才能是极端的、独特的或者原创的，可能完全的否认他们还更安全些。你继续变本加厉，你甚至否认自己有这个能力。比如说你有一个预知的能力，你赶紧否认我没有啊，自己都否认自己。采取某些残障或者是障碍啊，这个英文里面就是这种残疾的意思啊，就是 disability， 就是这个身体的残障了，以减低别人的嫉妒和羡慕，不然他们可能会捕获你。捕获你是一个比较温和的词，就他们可能会抓住你，他们可能会把你关起来，他们可能会甚至会消灭你，就是因为你这个能力太独特了，只有你有，而且这个能力全世界可能只有你有，别人没有啊。你有了这个能力，你反而会害怕啊，你会否认自己有这个能力，你甚至不敢去承认，因为你怕，你认为你有了这个能力，别人就会因为嫉妒和羡慕而把你抓起来啊。这个观点都是错误的啊，他现在说的都是这种错误的观点啊。你说这个
隐瞒自己的能力啊，甚至到了一种让自己身上显示出一种残疾的状态，才让别人不记恨你，不嫉妒你啊。你通过这个事情就明白为什么很多天才他身上都带有残疾或者某些能力的缺陷。赛斯把他的底层的逻辑给你掀出来了啊，是因为这些天才他害怕这样子，他害怕他太突出了，太出众了，引起整个社会的嫉妒羡慕，他就让自己身上带点残疾，这样你们就不用羡慕我了。你看我虽然很聪明，但是我身体有残疾。这里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霍金，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啊。我们都知道他身残志坚啊，大脑极其聪明啊，成为著名的宇宙学家，比如说他写过的《时间简史》等等啊，非常非常好的这种科普类的读物啊。虽然很多观点已经过时，或者已经就是不符合这个最新的这个实验和发现了，但是他的思想，他在那个时代啊，对于科学的普及、宇宙学的普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啊。但是他内心的底层本身的恐惧是非常严重的，你就从他对外星人的这种看法和认知上就能看到啊，可见一斑，他是非常恐惧外星人的。对，他的内心这种恐惧在他的科学研究和上面也有一些体现啊，我就不展开讲了。而在另一方面上，他又认为自己是非常聪明的一个人，他认为自己的智商非常高，然后他的潜意识或者下意识里面就会让他自己身上有一定的残疾，随着他聪明越来越聪明，他的残疾就越来越严重。这一点甚至霍金本人都不会认可或者都没有觉察到的。如果他能很早的看到了赛斯这个文章或者这个内容的话，可能他自我内在的放松和释然就会让他的身体神奇般的恢复康复。但是可惜没有啊！你可以看到他原来是随着他身体是一个叫渐冻症的这种症态，就是逐渐的会失去各个机能啊，最后只剩下一个眼球可以动啊。所以说你看到了啊，人们的信念会造成什么样的严重的后果啊？且说你俩都被这种信念所充满。他转过头来说赛斯，说珍和罗啊，你们俩都被这种信念所充满了。鲁伯是因为他的诗与写作啊，鲁伯是因为他的诗和写作，他觉得这个能力很特殊，所以说呢，他就有点怕别人嫉妒他，而你呢，是因为你的绘画，你的画，你早先进入商业工作，在那儿你对画画的喜好可以托庇在一般人对于钱的爱好之下。他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他的意思就是说，罗对自己的画有非常非常大的信心。就是罗认为自己在画画上是极有天赋的，但是他为了隐藏他的天赋，他去画商业画，他不去做艺术创作啊，他去做商业画，他不去做一个画家，他就画卡片，画艺术卡片画插画画这种给图书做里面的设计他做这个去了。为什么呢？就是赛斯就指出来罗的底层的信念，罗就是怕自己在画画上的天赋引起别人的嫉妒，他故意隐藏，他去做一种商业画家说我画的好是因为大家喜欢这些好看的东西是因为这个商业化嘛，跟钱有关系换句话说，想告诉别人我去画画是因为想赚钱我画画不是我有画画的天赋，是因为我想赚钱他在隐藏他自己的实力他即使说，赛斯说，就是说你显然是个画家，以便赚钱度日，这只是美国男人传统角色的另一个版本
他说你有故意这么做的，就是你假装是为了去履行一个普通美国男人的职责，赚钱养家，用自己的画卖画糊口赚钱而不是像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一样，以画作为他的艺术作品，作为他的生命一部分。他没有他反而去赚钱了。对，赛斯也是一针见血这句话他以前从来没有跟他们两个说过他第一次等于说是把他俩的底层的核心信念都给揭出来了也是毫不留情的。为什么？因为他俩的尤其是罗这个真身体已经病得越来越严重了如果这些底层信念还不给他揭出来他真的很难彻底的康复了。但是我不知道他听完赛斯这些话他的内心的感受是怎样的，能不能发生彻底的改变他为了怕说真一个人，他把罗也捎带进去是为了让真不那么难受其实罗的症状要比真轻得多但是他为了让平衡一下就把他两口子都说一遍看他的心思用得非常的缜密他为了说一个人，他要捎带一个人这就是他的一部分的情商，和我们能感到他暖暖的爱意在其中他其实最想说的是罗，就是这个鲁伯鲁伯，你作为一个年轻的女人，你觉得作家是在社会的外围中间我们就不说了。他说你觉得一个年轻的女人年轻的女作家，美女作家，美女诗人年轻的女诗人，女作家，这个名字本身就好像带有一定的社会的外围的意思我们就像现在说起来也是说这样的，对吧？说文艺女青年抬头45度角仰望星空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们社会上这种观点，就是他们不合群也是这个意思。女青年，文艺女青年就是不合群的社会的外围的，就是如此赛斯特意强调，你就是这么认为的就是不合群就是你不想合群嘛，你不想跟大家融为一体，你怕大家嫉妒你的写作的才能他对于诗人的信念，就是鲁伯对于诗人的信念，被说诗人对生命的经验太敏感、太脆弱的概念所污染然后他说他又是个女诗人，但是针对诗人他怎么看呢？他说诗人对生命的经验太敏感、太脆弱被这个概念又污染了。就是你做诗人就好好的做个诗人你就直抒胸臆，把你的真正的情感表达出来。而真又不，真觉得作为诗人来说，对生命的体验和感受过于的敏感和脆弱。你看他又持了一个相反的信念说这些敏感带来的脆弱而非力量，而真正的艺术家和诗人为了那个理由都有个悲惨的结局。你看看真的这个信念系统他是怎么来判断的。真认为作家是社会的外围文艺女青年，女诗人过于的敏感和脆弱，而因为他们过于的敏感和脆弱，因为他们在社会的外围，他们往往都没有一个好的结局。这是真对于女诗人和女作家身份的一个认定，而他自己又是一个女诗人和女作家。你可以想象他都认定这两个角色没有一个好的结局了都会有个悲惨的结局。原因是什么？就是太脆弱一个被排留在主流的外围，一个是过于的敏感和脆弱，他为这个导致他们都有悲惨的结局。你看其实真他并不敏感，他也没有那么脆弱他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女人，可是他的这种信念导致他真的过于敏感和过于脆弱。所以说你可以看到一个人的信念对他的影响有多大。我们通过真的传述和这么多年来我们在讲赛斯资料里头对真的了解，就能知道他不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穿牛仔裤可以穿1个星期都不带换的
包括内衣也不换洗澡也经常是不怎么洗。他既不爱旅游，又不爱吃好吃的不是不爱吃就懒得去弄那些吃的。他的生活可以说跟文艺或者跟美好跟东西都不沾边儿。她不是那种敏感的女人或者女孩子，对，她是一个大大咧咧、粗粗拉拉她又抽烟又喝酒，你看没事就喝酒。她小时候又是非常的叛逆非常的叛逆，跟他妈也带给她了一些不好的影响。就是在她青春期的时候非常的叛逆就叛逆少女干的所有的事她都干过不上学、逃课、跟男孩子鬼混、抽烟、喝酒烫头都干了。她是这样的一个女生但是就是因为她后来觉得女作家和女诗人都是这样子的，所以说她就刻意的培养自己的敏感脆弱然后刻意的预设了这些人都不会有好的结局。你可以看看真的底层信念是怎么来想，多么的可怕赛斯也是不得不给他揭了老底到某个程度，你俩都持有其他个人信念，带着平常的文化内涵，强调一种假的谦逊，而非对能力的正确自然的骄傲。赛斯这句话说的真是一针见血，你们是假谦虚你们不接受采访，你们与世隔绝，你们没有跟太多的朋友去交流和交往，你们这是在假谦虚你们真正做的应该是真的骄傲，对你们的能力对你们的写作能力、诗歌能力、绘画能力就应该真正的去绽放、去骄傲，告诉别人你看我写的诗，我做的画，我写的小说。他俩都不是这样的人所以说他就指出来了这种假谦虚没有用带着平常的文化内涵，就是一般人的观点我们应该谦虚，应该低调这一点是完全不需要的我不论是在《了凡四训》的解读，还是《道德经》里头解读，关于谦逊这个词都有非常深刻的分析，跟我们平常人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平常社会上我们都要谦虚其实是不需要的，不需要，你不需要特殊的谦虚，你只需要做你自己，把你真正的能力绽放出来，把你活出来把你的生命力、生命的本真的东西绽放出来就够了过多的谦虚或者过多额外的这些谦虚都是虚伪，都是虚假的赛斯这里头直接指出来这种信念常常给了儿童我们经常把这种信念给儿童。什么儿童？显然是以这种方式，比如说你千万别做个自大的人。我们经常教育孩子，你别自大你别觉得自己怎么样就是教育孩子不要自大，别爱显摆教育孩子别显摆我们父母都是这样教育孩子的，觉得很好。你看我们父母多好，我们教育我们的孩子不自大不显摆，让他从小就有这种谦虚的品德。这是一个错误的信念，记住以后不要再这样教育你的孩子了这是一个错误的信念。你自己获得了就到你这就截止，就不要再传给你的孩子了不要天天说你别自大你别得瑟，你别骄傲你别觉得自己什么都行其实你啥也不是你就是个普通孩子，就是个普通人，你千万不要这样去说再一次的随之以可怕的警告说你们的同胞怀疑任何不一样的邻居，或展现任何优越能力的人。然后你会进一步吓唬你的孩子，说我们人类就有这个特点，任何有优异能力的人都会被排挤，都会被修理都会被强打出头鸟给干掉是吧？我们小时候经常会被父母或者社会冠以这样的思想，人怕出名猪怕壮，是不是就不让你去出名，对吧？强打出头鸟，对，不能出头，这样的一种文化或者群体信念一代一代的传给我们的孩子
然后我们又希望我们的孩子具有创新精神，能成为像马斯克、特斯拉、乔布斯、比尔盖茨等等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你在小时候都把他的出头鸟都给打没了，他都没有头了，你还这时候让他出头了？你说现在你可以出头了，哪有头？都被你打没了所以说这种教育的模式是非常的可怕的非常的危险赛斯也指出来了，就从小就会被灌输的所以我们要做这件事情，就完全就要去改变我们现在正在筹划我们心灵家园的这个学校，我们这个学校是基于智慧的学校，就完全按照一个正常的一个真正的一个人应该获得的智慧的教育的方式去发展。我们培养出来的孩子未来都是像马斯克、像特斯拉、像乔布斯、像等等现在最新的 OpenAI 里面的创始人奥特曼这样的具有开创精神、创新精神，能够去真正做一些改变世界的这样的一些人才。我们不是把他培养成出去只是为了找一个工作、学一个技能、上一个名校、混一份非常好的职位、拿一个非常高的薪水这样的人。我们培养的是世界的领袖级的人物，是引领世界发展的这样的人。我们不会去培养那个为了生存、为了更好的生活而去学一些特殊的技能的人。所以说这里面就可以看出教育理念上的不同会带来未来的影响。这整个信念系统，当你是热衷于写作和绘画的时候，就够有害的了说你前面这个信念系统不想出头，怕别人去嫉妒羡慕，然后等等等等，就是你一个画家、诗人和作家的时候都有害了，对吧？因为这些一般是可以了解的，这都已经很有害了。可是当鲁伯的通灵能力开始显示出他们自己的时候，那些同样的信念使你们俩甚至比以前更小心，而且更担心别人的报复。就鲁伯而言，他更担心批评和责备。说就前面你们所从事的能力你们所从事的职业和你们的能力来说，就已经够有害的了。更何况后来真还开启了自己的通灵的能力，就是跟赛斯连通的能力。那这个时候你们更害怕了，因为这个能力有的人更少了。你绘画、诗歌、小说这些都还有一些人，至少是有一类人是在从事这样的工作，而通灵这种工作那几乎是很少见的，没有这样的人而且一直是社会的一种负面的一种这个角色或者是一种定位。而真有这个能力，而且非常强的这种能力，你可以看到他通灵传递整整21年，能力如此之强我可以说在通灵界如果他说老二，没人敢说老大他稳定的传递了21年的资料就他任何一节的资料都是一个通灵师很少一生都传递不过来的内容我不是指的内容的多少，是指它内容的深度就是它的传递过来的资料的这个我们说它的这个深度吧这么来说好一些，非常非常的少有更何况是持续输出21年，现在躺在病床上还在输出呢。但是这个能力他不仅没有去把它彰显出来，他反而害怕了这个能力，他怕别人批评和指责各种说你这传的都是什么东西你这是通灵人你这是不是等等等等就是传统人对这种职业和对这种事情的不理解，他很害怕他接着说，所有那些信念与许多性取向的不幸的信念并存好比说那些规定男人和妻子或者是男人和女人的传统角色的信念，他上一个信念就够有害的了从诗人和作家开始就有害，到开启了自己的通灵能力之后更变本加厉，在这个信念系统下再往后还有一个信念
也是真无法跨越的，也是让他纠结很久的。就是他在传统的这种社会道德观里头，认为女人不应该比男人强，男人应该成为这个家庭的主导，应该去挣钱养家，或者是收入最高的那个人。而后来他们家变成真的收入是最高的，因为真出版的书都是以真的名字出版的这也是罗对于这个真的这种热爱所有的书都是以真的名字在出版。虽然是他们3个共同创造的，赛斯、真和罗，但是确实是以真的名字在出版。那正好所有的版税出版书的这种赚的钱都归在真的名下。虽然他们知道这是共同创造的，但是那个支票上写的就是真的名字，那个钱就实实在在给到了真。而这一切都让真不仅不骄傲，不仅不自豪，反而极度的不舒服。他后来每出版一本书，每拿到一笔钱，他的身体不仅没有好转，反而会每次都恶化一些，更糟糕一些。他随着后面的书出版的越来越多，赚的钱也越来越多，反而成为他身体恶化的一个负面的一个信念。你可以想象，你看这个人的信念对身体的影响，明明是一个好事儿，对吧？我真作为一个女人，我挣了很多钱，你罗就没有这么大的生活压力，而且关键是这也是咱们一起共同创造的，这个钱不论是我挣的还是你挣的，都是我们共同的财富。那我们应该用这笔钱好好的享受生活，对吧？享受乐趣幸福开心的。可是这些反而成了他的一个重大的或者是过不去的一个心理压力一个心理的一个坎儿。鲁伯对以这样的一种显著的方式表达灵异能力就这么超强的灵异能力，有一些罪恶感。你看他有罪恶感，他不仅不欣赏和赞美自己，我这么强的通灵能力世间少有，他反而觉得这是一种罪恶。当仿佛关系中的男人该是最具才能且显示在财务上是最成功的就最赚钱的那个的时候他更有罪恶感他觉得他用了一些不当的能力，获得了一些不当的财富，让在家庭关系中完全处在了一个让自己的丈夫抬不起头的这个状态下他有内疚感，而他们的夫妻关系也不和谐。罗确实有阳痿的这个现象这个现象其实我们从心理分析上来很好理解。当女方过于强盛的时候，我指的是财务或者是心理上家庭关系上，女性过于强势的时候，男性的阳痿发病率是非常高的，而罗显然也受此影响所以说你可以想见真在这里头就更有罪恶感。你看明明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能通灵，能写书，能出版这种东西你想都是好事可是他们以前最开始你看他早期课的时候，他们当时多么盼望这个书能出版，多么盼望书出版赚一些钱补贴他们的家用，可是当书真的出版了以后，反而会造成他心理上的困扰。对，所以再次说，有时候你们的角色以那种方式让你俩都不开心，真也不开心，罗也不开心。你看明明是一个互相争议的事情，变成了一个互相影响，而且都让彼此不舒服的事情所以说你可以看到这些前面这些核心信念，就是最开始再次讲到的那个那么一个底层的核心信念会影响到后面一层一层的这么多的负面的影响有一阵子鲁伯甚至害怕在奥斯维格的心理学家说的对，他的灵异能力只是想要证明他自己比你行得起图就是鲁伯甚至害怕这个心理学家的一种说法。他跟这个真说，你
发展你的灵异能力，就是想证明你自己比你的老公还要行啊，就是证明你比他行，所以说你开启了你的灵异能力。那这个让真就更自责了啊。他说这些都是你俩多年来与之搏斗的信念。他说这都是你们这么多年来啊与之搏斗的信念。你们也有许许多多极佳的信念伴随着，你们有好的信念啊。他说我刚才指出来的都是你们这些应该改变的负面的这些信念，甚至限制性的信念，但是你们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彻底的改变，你们一直跟他拉扯搏斗纠缠着啊。然后赛斯话锋一转说，当然你们有很多极好的信念也伴随着你们啊，因此你们的确利用了你们的能力啊，所以才能利用能力并表现出你们的天赋来，表现出你们的天性啊。然后你们享受彼此的关系与朋友的关系，而你们也的确享受一些财务上的成功啊。他说虽然啊你们觉得不爽，真挣钱，罗不爽，真自己也不爽，但是确实你们挣到钱了啊，你们财务上也成功的，你们也享受彼此的关系，朋友的关系啊，你们也想到你们自己的天性啊，你们仍然每天就是把这个传递赛斯资料作为你们生活的所有的重心。赛斯的意思就是说反过来啊，就是这个打一巴掌给个甜枣吃啊，就怕他俩太低落了啊，就是告诉他俩，你除了这些不好的信念，你们还有很多好的信念啊。但是赛斯忍不住还要反过来说啊，缓和了一下之后，赛斯继续说，可是那些老的负面信念对鲁伯的影响比对你的影响要大些呀。说那些不好的信念对鲁伯的身体的影响比你要大啊，因为他一度显然以为，如果他削减身体的活动，人们就不会为他自己的精益的灵异和精神活动而攻击他了。你看，赛斯再一次的一针见血的指出了真的底层的信念。真说，如果我的身体活动受到了限制，就像我刚才说的霍金的那个例子啊，你们就不会再攻击我了啊，因为我身体上有残疾啊，我身体活动受限制，我的精神活动虽然很丰富，我可以通灵，可以连接更高意识维度，但是我的身体肉体反而不行，连走路都走不了啊！你想想，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他真的底层是这么想的，身体活动的意志显然是渐渐发生的，不是一下就发生的，直到他开始学到真相啊。什么真相？人类本来就是要表现他们所有的能力的，精神的和肉体的两者，而生命是个表现的大舞台。事实上，生命即表现啊。这段话我希望大家都能画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表现不仅仅是精神上的，肉体上的表现也是同样的重要。而真他有个错误的信念，说我既然我的精神表现这么好，那我就要抑制一下我的肉体表现，而不是的呀。他说生命就是一个表现，生命即表现，我们活着就是时时刻刻都在表演，都在展现，我们在生命的生活的这个大舞台上时时刻刻都在表演。在这个表演当中，你的身体，你的肉体的动作行为包括你的身体的身形造型都是表演的一部分，而不是说你在这个舞台上表演你的智慧，表演你的精神，表演你的心理状态而不管身体的问题身体是同样重要的。这里头他说真最后终于明白了这一点他说但某一点就那么一会儿，真既不写作也不上课此外身体上也几乎不能动弹。然后他开始学到他需要的教训，生命即表现，而且精神和肉体上的活动尽情的利用他的灵异，创造精神和肉体的能力对他是安全的。他说真曾经有那么一些时刻，在那些时刻里头他什么都不干，既不写小说，也不去跟赛斯做通灵，也不上课也不灵异，
身体上还不能动。说在这种状态下啊，就什么都不能做的时候啊，真开始明白了一个道理。明白什么道理？就是他想让大家说的生命即表现。这句话的深刻的含义是什么啊？就是你要照顾好你的身体，你的生命，你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一个最好的表现。你活着，你的生命力在你身体里啊去绽放，这本身就是一个最好的表现啊！你不需要额外的那些东西，这已经是最好的表现。如果你有，那当然更好；你没有，也不用去强求。再一点，你在做精神的绽放的时候，在做心灵的成长的过程当中，你仍然要注重什么？你仍然要注重你的肉体的创造啊，你的肉体的能力，就像你的精神的能力啊，你传赛斯资料这么多年，你觉得它是安全的，那你的肉体的能力也一样是安全的。你不能说我开启了一个能力，我就要抑制另一个能力，然后好让别人不觉得我样样都行啊，好像要示弱啊，告诉别人我自己身上有个弱点，没有这个必要性啊。这块我就他就说这么多啊，他说尽情利用他的灵意创造和精神和肉体的能力啊，他们都是安全的啊，对他来说他们都是安全的。4点48分，护士拿来餐盘而忘了关门，走廊里还有噪音，但是真仍然继续赛斯继续说，不过这一节课将作为对你俩的一个提醒，而将有助于扫掉任何老的流连不去的信念的剩余物来帮助你清理信念的那些顽固的怎么也清理不干净的那些剩余物。先前鲁伯害怕信任他的身体，害怕让他的身体疗愈他，你看他甚至不想让他的身体疗愈他自己，为的是怕被别人攻击。这么多么可怕的想法你们俩也相信你们必须以全力去保护你们的特殊能力，但你们可以看见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建构的矛盾之路。你们俩都明白，你们俩保护好这个特殊的能力，让赛斯资料得以传递的更多出来。但是你们却采取了这么一个完全相反的矛盾的方法，就是通过限制自己身体活动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的这个能力。这既没有必要，而且是适得其反，确实是适得其反。那到后来，因为这个真的去世，赛斯资料就没有再传输了就戛然而止。这时候真才50多岁，一个50多岁的人正当壮年时期再传递个几十年完全没有问题。我们无法想象，如果赛斯的对真的这种说法让真发生了改变，真如果继续活着再传递几十年的资料，会传递出哪些令人激动和兴奋的这个关于这个世界的更多的高维的意识智慧。所以说赛斯在这个时候他也是从某种角度来说也是有点着急他也希望真能够早点好起来。他说你们的出发点是好的，是想保护好这种灵异的能力，但是你们用了一个完全相反的矛盾的与之相反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我是感觉我是觉知卡德来访的，他就说他们有朋友会来访，以及你们关于鲁伯走路的这个谈话等等，而我想回答你们的问题的，但是我想给你们前面的资料作为一个必要的预备，我也觉知时间的限制。赛斯说你们关于想问我的那些问题，我现在没有时间回答，我先把我前面我想该说的我先一股脑的说出来，因为每次
真的状态不好的时候，能传递的资料非常有限。赛斯也是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尽可能把应该让他们知道的事情抓住一次机会就一股脑的说出来啊。所以这一节赛斯说的比较痛快，基本上把他俩的底层的信念都翻了一个底朝天啊，就几乎是藏无可藏啊。都说到这个份上，还往哪里藏啊？至于他们想问赛斯的问题，赛斯那个不着急啊，以后有的是时间，现在我没有时间跟你说这个啊。他说我可以说大体同意你们的决定，对以及鲁伯对卡德之探望的诠释，我刚给的一些资料将帮助鲁伯找到更大的释放。说我刚才说的那些，让鲁伯可以更大的释放自己啊，放松自己，身体能疗愈他自己，你们只要允许他去这样做就行了。我希望这一节有助于吸干任何流连不去的怀疑和矛盾。赛斯说，我希望这节可能把你们所有的怀疑和矛盾的东西都吸干净，让它不再留存，让你们真正的允许尤其是允许他自己的身体疗愈他自己。言外之意就是真其实不允许他的身体疗愈自己。为什么？前面他已经说了他的底层信念了就这样他非常好这是他说明天提醒我额外的问题，而我们将继续。我也许会，也许不会回来，再次的按照我说的那些节奏，但要知我就在此，而且是可以接近的。他说赛斯非常谢谢你。4点57分，当真吸一支烟的时候，我读此节给他听，罗立刻就把这节读给他听然后说有很多可思考的，那是很有力量的一节课。真说没错，当我在读的时候，真交替的叹息、咕噜和呻吟，我想它会有很大的帮助，它会大有帮助的。就是在罗给真读这节课的时候，真的反应是非常明显的我们学习了很长时间灵性的人都知道，真的这种反应叹息、咕噜、打嗝、呻吟这种身体上本能的反应，其实都是他身体那些能量卡住的地方在开始疏通，在开始缓解，在开始疏通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症状和现象有的人是通过流鼻涕打喷嚏呕吐、打嗝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疏通这个能量上的卡点真也是一样，就通过这个身体反应就知道这些确实是他身体里的能量卡住的那些点然后这一节就结束了在晚上10点钟真打来电话，这都不重要了。这一节的内容非常非常的关键对于每个人来说都非常关键，因为这是一个人类普遍的底层信念，不想出头，不想把自己独特的能力展现出来，不敢甚至害怕我们同类人的嫉妒甚至对自己造成的伤害。我们越想保护自己这个能力，却越反其道而行之，却越不敢彰显它，反而隐藏它，否定它，甚至用身体上的残疾或者是身体上的一些限制一些疾病来去取悦于我们的同类，说你看我虽然这方面很强，但是我其他身体上也不行。完全都是错误的信念造成的，完全是没有必要的而这一些底层信念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我们每个人都有，可是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的都受它影响，却没有正视它。我们借着赛斯在说罗和真的问题上，我们每个人也自己挖掘一下，你的底层有没有这种信念？你有没有过不敢表达真实的自己，不敢表达自己真实的能力，不敢告诉别人你有多优秀过于的谦虚，假谦虚围绕你成为你生活的主流，成为你生活的这个主要的色彩过于的假谦虚，甚至伪装自己，甚至把自己弄残，有没有过有的话立刻改变，立刻改变大声的去告诉别人你有哪些特殊的能力，你有哪些与众不同的能力发朋友圈也行，在
这跟别人聊天的时候沟通也行，就是要对外的宣布，大胆的宣布，告诉别人我就是这么独特，我就是这么与众不同，我就是有一些能力你们没有不要害怕自己过于的高调，不要害怕自己的这种行为会让别人当成异类。就像赛斯说的，你永远要记住，你生命就是在表现，或者是生命就是在表演，你就是要绽放你自己，不仅是精神上的提升的绽放，在肉体上，在身体上一样是要绽放，在舞台上一定要去表演。你一定要展现你最优雅、最优美、最健康、最有活力的身体的那一面，而不是病病殃殃被限制的那一面。这一点可以作为你自己的信念是否疏通的一个检验或者一个测试。好了，关于这部分内容我想大家已经能认识到它的重要性了，我也就不用多说再多了。那大家每个人都梳理一下自己的信念做一个调整和改变，把这个信念给它翻转过来，你的人生会从此而彻底不同。否则的话你也看到真的它的这个下场它的危害非常巨大的，不是说改和不改都行换句话说，你的能量越强，你的独特性越强，你的超越常人能力越强，你对自己的伤害是越大的相反，一些平庸之人反而对自己没有那么大的伤害，因为他本来也没有什么，他认为也没有什么独特的东西需要隐藏的。所以这里头大家一定记住去改变自己的信念开始全新的人生。就像针一样，新生活的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那你的新生活从哪一天开始？有没有一个记录，像日记一样记录自己新生活的每一天？敢不敢把自己新生活的每一天去跟别人分享如果你能做到了，你的生活就真的是全新开始了。如果你还犹豫担心别人怎么来看你，那对不起，你还在旧有的模式里继续的沉浮继续的拉扯就等于说你学了并没有在生活中用出来好了，关于这部分的内容就教到这儿，谢谢大家收听，祝大家都有神奇而美好的一天。